去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站在老大殿的台阶上面，说我到南京博物院已经整整的12年了。龚良，南京博物院院长。国家宝藏的节目 logo 里面，就有一件南京博物院的珍贵文物。我们不能够以炫宝的心态来说，一定要是讲好它背后的故事。南京博物馆夜晚发生过什么灵异的事件吗？也许死的文物在晚上它又活生生的活灵活现过来了。博物馆里蕴藏着怎样的文明与智慧？一发朋友圈，大家就会说：“你又去盗墓了。”考古不是挖宝，是冲着文物和文物之间的关系去的，而这些关系反映了我们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历史与现实如何对话？复原古代社会，你图啥？如果文物可以讲话，您最想倾听谁的心声？开讲了特别策划《我的幸福生活》，本期演讲者龚良。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的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最近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突然又特别火，国家宝藏，是吧？大家突然看到哦，原来博物馆里面有这么多震撼我们人心的人类智慧的结晶，也让我重新对博物馆、对博物院、对这些守护着国家珍宝的地方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开讲嘉宾，就将给我们带来开讲特别为您策划的一个系列节目《我的幸福生活》的其中一期，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文化、我们的传统的传承。掌声有请开讲嘉宾，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先生，有请。哇！您好，您好，谢谢小方老师，欢迎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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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哇！谢谢各位，请坐。太漂亮了！中装，我们希望这个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正装能够是中装而不是西装。给我拿俩憋灯来。我觉得您这身啊，关键是设计的非常的精美。谢谢。它还不是简单的我们平时常见的中装。对，今天的中装是在我们传统的服装的基础上面，要符合今天人的审美观和今天人对舒适度的要求做出来的服装。哦。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服装应该是有中华传统的底蕴。还有今天人们的生活的需求，对，一种审美，对，一种情趣，中国人的情趣，对，太漂亮了，谢谢，感谢您。刚才我跟大家聊到说，最近中央台的这档节目叫《国家宝藏》，您非常熟悉，因为南京博物院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的单位。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国家宝藏》这个节目的节目 logo， 在这个《国家宝藏》的节目 logo 里面。就有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非常重要的珍贵文物，所以这个大有来头吧？我想，首先它是瓷器，青花的寿山福海纹的炉；第二个呢是，这是我们院里的一件重器，但是感觉看上去好像不是特别大吧？这件东西应该有这么大。在我们中国，大家知道瓷器是越是大越是厚。烧造的这个成功率是越是低，那么目前在国内，我们主要是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我们院里面有一件，
这2件器物啊，完全代表了我们中国瓷器烧造时候的最好的成就、最好的工艺。南京博物院确实地位不一样。南京博物院应该是第一个国家设立的博物院，是由国家的专门就拨款拨资金第一个建造的博物馆。1933年。1933年是蔡元培先生倡议建立了这样的一个馆，当年叫中央博物院。这个馆是从36年开始建的，一直建到49年的时候，那个屋顶的琉璃瓦还没有上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南京博物院，我们很多学人啊就在做考古发掘、民俗学的调查，也在做相应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所以今天我们博物馆说，博物馆要收藏人类发展的这个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其实我们在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中央博物院们的前辈就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今天各位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未来还会有更多重要的、重大的跟我们民生相关的事情一步步推进，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的精神文化的建设。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龚院长，有请龚院长给我们开讲。我想啊，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时间里啊，南京博物院我们有一个展览正在举办，这个展览就叫“回家过年”。我们想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个年代的人们过年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啊，让今天的青年朋友们能够在里面有所感受，能够让今天的中老年人能够在博物馆里面有所回忆。那么这个展览是通过我们把当年的客厅、当年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当年的人们是怎么去到相关的商店里面去买商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来理解到我们今天的人到过年的时候都要回去过年。其实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让我们享受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的一个场所。我们觉得博物馆的的确确要逐步的成为一个历史文化艺术的殿堂，同时还要成为一个公众文化休闲的场所。去年12月的一天，在我们院闭馆之前，我站在老大殿的台阶上面，看着太阳慢慢的西下，扳扳手指头一算，说我到南京博物院已经整整的12年了。那么这12年来，南京博物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恰恰又是中国博物馆这10多年来的飞速的发展。2005年，中国的博物馆只有2300多座，到2015年10年时间的话，就到了4600多座，翻了一番。而博物馆的数量翻了一番，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翻一番是博物馆为公众服务的面积翻了一番。在这10多年里面，我们中国的大部分的博物馆都进行了改建或者扩建。以南京博物院为例的话，我们原来的展厅只有6000平方，等我们改扩建以后，我们的展厅面积变成26000平方，超过了一番还不止。我们知道10年前大家去博物馆的时候，就说博物馆有什么看的，比较冷冷清清。但是今天我们看博物馆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博物馆里面原来有非常好的东西。博物馆现在逐步的成为了人们的一个旅游的热点，成为了人们闲暇当中我要去享受生活的一个地方。2017年我们做了个统计，其中最多一个到南京博物院的观众是个年轻观众，1年来12次。为什么人们要去看这样的一个博物馆？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2期工程改扩建工程完了以后的第一天，我们给公众开门进来的时候啊，有一对父子俩排在第1名，6年级的小学生。他来的时候啊，我给他颁了个奖，说是欢迎他成为南京博物院新馆开的是第一个观众。颁了个奖以后，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到博物馆里面来？他讲了2句大实话，他说博物馆里面，第一是我可以了解我们的历史，第二个说博物馆里面其实暖洋洋的，很舒服的。他给我们讲的这个正好是我们所说的，其实博物馆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艺术的殿堂，也是我们老百姓文化休闲的场所。
我们其实博物馆告诉给公众的，不仅仅是文物的那个美，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文物所体现出来的技术和艺术，我们应该去看文物和文物之间，文物和人之间，文物和它所在地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样的相互关系是今天我们博物馆做展览、做策展的人最需要去表达的。我们说，有的时候很可能是关系的价值大于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有一个展柜，里面放了一块石头和2个手脚都捆绑起来、卷缩在一起的2个骨架。这2个骨架，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关系的话，一块石头就是普通的石头，2个骨架就是可以捆起来的骨架。你要说文物的价值，它不能算很大。但是如果当我们理解到了一块石头和2个骨架是在我们商周时期，人们把这2个人作为牺牲来祭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一组文物就特别有价值。这样的一个展览，完全是寻找文物之间关系的一个结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我们的博物馆的的确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今天的中国博物馆人和我们社会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一个产物。我们要做好最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那么在这个5年以前，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基本上指的是馆舍，说我们要有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达标就是你的馆舍面积达标了没有。但是我们不这么想，我们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我们的文化产品，就是我有了场所以后，我能不能给公众提供好的、公众喜欢的，又能够起到教育作用的、传承我们文化的那样的那许文化产品。大家知道，文化产品在剧场里面就是演出，在电影院里面就是电影，在图书馆里面就是书，在博物馆里应该是我们的展览。我们要让我们的展览做了以后，让公众感受到我们想表现的传统文化出现在哪些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有全国的文物类别最多的收藏，既然类别最多，我们就应该做公众类别最多的展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定位的基础上面，我们把我们的历史馆做出了一切以文物说话的历史馆，而不是以图片文字来说话的历史馆。所以我们的文物的展览啊，在展品没放进去之前，没有一个人说好看，说这个展览没法看，这个啥都没有。按照我们常规大家去看到的，要有场景，要有很多的视频，恨不得在花花绿绿的要贴图片，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等我们把所有文物放进去的时候，你只要站在展厅的门口，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画面一个画面一个画面体现在公众面前，而把所有的画面加起来，就变成了我们展览的主题，叫江苏古代文明。如果你把这一个橱场里面的组合看完了，你应该在中间能够悟到一点什么，而这个悟到的是你自己体会到的，而不是我们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博物馆的教育，我们把它叫做自愿的启发式教育。另外，博物馆的教育应该是站立和行进间的教育。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直会听到会说，有的博物馆好像公众的这个素质不是太高。其实这正是我们博物馆要实现的教育的目标。只有那许人的素养提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的文化素养才能得到提高。也就是说，让那样的一批人群在我的博物馆里面，他觉得博物馆不应该是一个大声喧哗的地方。这次来喧哗了，我下次能不能通过感受，我就不喧哗了。我在博物馆里面应该是一个着装比较整洁的一个地方。那我上次穿了拖鞋来，我觉得下次不应该穿拖鞋了。其实你是又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一次我们叫文明和传统的教育。那么我们觉得要更好地服务公众的话，还应该让博物馆成为公众文化休闲的场所。什么叫文化休闲？就是说公众今天去看了电影了，这个礼拜天看电影了，下个礼拜去逛了商场了，再过一个礼拜，一家三口早晨洗了脸说我们去博物馆吧。大家知道南京是民国的首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首都里面建这样的一个馆，
一定是要反映的是民国的社会生活的。那么按照以往的话，我们做这个展览一定是做民国社会生活，然后去收集民国的一大堆东西来讲民国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衣是怎么样的，食是什么样的，住是什么样的，就在这样做出来。但是我们考虑了一下，做了一个叫情景式展示。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藏品啊，全部融入到民国馆的这一条街里面。我们把民国的状态给它做了一条南京不存在的街，在这条街的两边啊，我们把南京的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些建筑，给它小型化，给它局部化。所有的馆里面的状态都是实体的，都是活态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民国的邮局，但是今天还可以寄信；我们有一个民国的咖啡馆，今天还可以喝咖啡；有民国的南北货店，有民国的胭脂铺。而所有能移动得了的东西，全部是民国时候征集来的文物，包括街道上面的那个垃圾桶，就是民国的垃圾桶。那么这些东西都体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人们在逛完这条街以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哦，我去了民国了。而我们把这条街不把它作为文化产业来看待的，而是把它看成展览。这个展览叫民国社会生活。2007年，国际部协调整了它的博物馆的概念，说博物馆应该收藏展示人类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既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些东西放进去。比如说古琴艺术，你就不能光展古琴，你要展有人在弹古琴。比如说我们宜兴的紫砂，你不能把紫砂壶放进去，而是要让人们去看紫砂的制作的工艺。比如说我们的江苏发源的昆曲，它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你不能去展昆曲的剧本，也不能去展戏装，要展什么？展演员在舞台上演出昆曲的过程。所以根据这样的要求，我们这个馆就做了一个茶馆，一个剧场，一个非遗的民俗艺院，一个是展厅里面的手工技艺的表演。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演，这个做下来了以后，我就说我们的公众对我们的博物馆来了以后就不想走。我们经常是到下班的时候走的客人是最拥挤的。我想这也是博物馆逐步的从公众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的发展。那么南京博物院所以取得这样的一个机会，首先是我们碰到了一个好的时代。05年我到南京博物院，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从原来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求，逐步开始要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到今天更是要一切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要有服务这样的心情，同时我们要制定更好的文化产品。在我们曾经做过的展览里面，其中有几个展览对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这样的展览完全可以给观众也给我自己带来美好的回忆。我们首先开馆以后做的第一个临时展览就是特展，叫在此中国古代生活美学。我们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当代的就是生活组合的一个展览。这个生活组合用9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来告诉大家，原来我们传统的生活是很美的。这9种方式是琴、棋、书、画、诗、酒、花、香、茶，把每一种生活方式做成一个空间。这个生活方式是组合的，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不是一件东西的概念。等这些场景做完了以后，我们的最后一天，我们让公众可以进到这个展厅里面。每个人在展厅里面，你可以体会到你和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一起过传统生活的乐趣。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活动呢？我们觉得传统生活是美的，美在哪？美在传统生活里一定有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空间。今天我们说文化自信啊，在中国越来越大家认可，但是我们再想想过往，
我们的文化自信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在没有完全考虑到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美好的交往空间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空间变化得太快了，变化到最后有姑娘们要嫁给男朋友的时候，先提个要求，说能不能跟老人不要住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住宅里面都是睡觉的地方，没有给家人互相交往的空间。而这样的空间在我们的传统的生活美学里面是比比皆是。大家看，我们说到情，情里面其实最有真谛的在哪？大家都知道的，叫子期不雅，就是一个人抚琴，一定要有一个人在远处听琴的。我们说下棋，也一定是2个人才会有乐趣的。在江苏苏州有一个园林叫拙政园，拙政园里面有一个轩，有一个轩啊，是一个全部用扇面的平面和扇面的立面来做出来的一个小的建筑空间。在轩的那个石凳子的上面，给它起了一个轩名，这个轩名叫“与谁同坐轩”。与谁同坐？名曰清风我。那么这就是一种关系。那么还有谁同坐？如果你和你的最亲密的人，你和你的最友爱的家人，你们在那有同坐的时候，我想一定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的这个感受的。所以这是我们说做展览是讲关系的。我其实很幸运，也很高兴，我能够在博物馆里面用12年的时间，在博物馆里面做我喜欢的事情。到去年年底，也就是2017年的年底，我们的观众已经超过了325万。我们观众的平均逗留时间是3小时50分钟。那这2个数字对我来讲，我感觉到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我们希望这样的博物馆有更多的公众走进去，也希望我们在座的青年人能够更多的走进博物馆。就像台湾有一个旅行的作家李敬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我不在家，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谢谢大家。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谢谢各位，请坐，请坐。好听吧？我觉得现在博物馆的馆长们、博物院的院长们都这么厉害。谢谢啊，都特别能说。这时代造就了我们。故宫的单霁翔院长说他自己是看门人，我也认可，我们应该是一个博物馆的推销员。演讲的最后那句话多振聋发聩啊！我不在家，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我们很多年轻人也都是这个状态啊，不在宿舍，就在去自习室的路上。南京博物院，我们去年的统计，我们71%的观众是16岁到30岁的年轻人，所以青年人走进博物馆是我们最欣慰、最高兴的事情。而且刚才您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个年轻人连续1年去了12次，他是不是看上您馆里的哪个同事？如果是这样，我们会非常高兴啊。这个其实博物馆里面的这个姑娘是最好的女朋友和最好的将来结婚的对象。哇！所以说到博物馆，太多话题，我选择了一些小纸条的问题来问您一下。他说：“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博物馆奇妙夜》，里面展览的物品晚上都活过来了。我想问一下，在南京博物馆夜晚（括号或平时）发生过什么有趣儿的和灵异的事件吗？”他这个题目啊，其实是我们从大概08年开始，我们希望我们的职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思维去办我们的博物馆。其实博物馆奇妙夜里面讲的就是那些死的文物在晚上它又活生生的活灵活现过来了。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博物馆里面，我们希望博物馆有更多的动态的给人们看到的东西。我们每年的这个5月18号啊，有一个叫博物馆奇妙夜，也叫这个名字。5月18号的时候，我们会在晚上开放一个夜场。
这个夜场呢，就是让公众通过这个夜场来进我们的博物馆，并且通过网络直播来扩大这个传播力，让人们感受不同形式的、不同表达方式的博物馆。所以你看，不光是在电影里，也许现实中的博物馆奇妙夜比你想象的更有意思。接下来2个问题很好玩，这俩问题本来完全不挨着，因为是2个观众问的，谁也跟谁没关系。但我突然发现，这俩问题问问题的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儿。当代人越来越缺少对美的感知，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请问您对当代大学生学会去鉴赏美、挖掘美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说美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下面是有对美有不同的要求的，而发现美的眼睛一定是在你的平时的日常的积累当中才会产生的。比如说，我们饥饿的人就把面包和肉看成是最美的东西，而这样的最美的，在我们说小康社会以后，我们一定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是最美的，而这些最美的又是在你看得懂和看不懂之间才是最美的。所以你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你一定要去受美的熏陶，走进博物馆吧。接下来，我就在刚刚看完那个问题之后，立刻在小纸条里就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我当时就差点晕过去了。我前方的那个女生长得好漂亮，这是谁写的？这个男生，来，请你起来。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少发掘美的眼睛。是哪个女生？我看一下，穿红衣服这个。对。你俩认识吗？我俩认识，高中同学。高中同学。对，好几年没见，就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们俩一块到这儿来看一个这个节目。吓我一跳，我以为好几年没见，今天在这儿突然见到了。是在高中的时候，他还没有美的眼睛，现在已经有了啊，对，有发现美的眼睛了啊。对。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随时都有发现美的眼睛。也许很多年你并没有在意，匆匆擦肩而过，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原来最美的就在前排。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也通过央视网进行图文直播，然后会有观众通过我们的央视网的开讲的专区给您提问啊。龚院长好，喜大人好，我想问一下龚院长，如果文物可以讲话，您最想倾听谁的心声？在我们院里的这个43万多件文物里面，其实每一件文物所反映的社会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直说，博物馆里面啊，我们不能够以炫宝的心态来说，我有哪个特别重要的，哪个特别贵的。我们博物馆里的文物一定要是讲好它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们说提升了文物的价值，寻找了它背后的关系。谢谢我们用心的博物馆人。接下来6位青年代表有什么问题？龚院长您好，我也是一个博物馆行业的从业人员，我在国家博物馆做讲解员。啊，你好啊，欢迎你。刚才您的演讲让我想起，原来在博物馆领域里头有一个争论，就是博物馆这个领域里是否还需要讲解员？其实讲解员的队伍啊，是在我们今天的博物馆发展当中是必须的。但是其实今天的社会是越来越多样化的，隐形的服务可能会起到更好的作用。我们希望大部分的观众啊，在博物馆里面，他讲解员能听到的那些东西，通过我做展览，通过我们的这个实时的解答，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这个目标并不是说叫讲解员队伍没有了，而是讲解员队伍不贴身了，不仅仅的贴着你这个人去讲了，而是在我的后台，在我的其他的这个展示当中就体现了。所以讲解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永远不会消失。讲解员的消失是指的是他退到幕后去了。我们的职业啊，都受到人工智能的威胁太大。主持人估计也就3、5年，所以我估计未来人工智能很有可能会替代你的工作。人工智能的那些材料要由他们来做。但是我觉得其实讲解员暂时还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原因在于，你可以保持这个希望。那他或许现在可以就模拟
智能的过程，但是目前情绪和意识还没有。我觉得讲解员之所以比讲解器要强，在于在讲解员讲解的过程中，他还有自己的人生感悟，有温度。其实坦白来讲啊，在文博行业里头，薪水确实不高，但是有时候低的也太夸张了。2015年的时候，还有人拿1000多的工资。在面对这些实际困难的时候，龚院长，我想请教您，假如有一个人像我这么大，29岁，有一天敲开您办公室的门，跟您说龚院长，我非常热爱博物馆，非常热爱这份事业，但是眼下我实际情况让我没法再坚持下去了，您会对他说些什么？其实他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还真是经历过。他这个说是找了女朋友了，然后要买房了，买房按揭的钱肯定是不够，首付也没办法付，要想办法出去挣钱。我是有这么一个原则的。其实啊，博物馆当然是很好，但是我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做博物馆，所有的人你只要尊重你内心的意愿，你去做了一个比你原来的工作更好的工作的话，我觉得都是成功。博物馆要告诉公众的就是你去选择你自己最适合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博物馆本身要表达的。对对。年轻人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选择的方式，所以就看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好，谢谢龚院长，谢谢曹老师。下一位来。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先问龚院长一个问题：您是否经常自己一个人逛南博呢？您多长时间逛一次呢？平均大概1个礼拜会有1次去逛一下我们的博物馆。我觉得逛博物馆是放松了我的心情。我在博物馆里转，其实我很幸福的。第二是锻炼了我的身体。这个实际上博物馆里走一圈大概是2个小时多一点，这是最好的散步。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特别爱逛博物馆的人。那个1年逛12次的不是你吧？不是我，我比他要厉害。你比他还厉害？我1周就7次。1周7次？对。你是在那上班吧？不是，因为也是这么个原因啊，就是我工作4年以来，我们的工作单位地址就在省博物馆对面，中午我都利用休息的时间去逛博物馆。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在博物馆里。我是属于是中午只要看我没在单位，就一定在博物馆里。但是吧，我们当地的博物馆就同国博跟省博相比，在参观者的人数上还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博物馆所展出的一些文物，对于观众来说缺少了一定的新鲜感。比方说故宫经常有一个展厅，会对文物进行个循环展。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清明上河图》就在该展厅进行过展出。但是如果是再要想看到《清明上河图》的真容的话，只有等到2020年紫禁城第600岁生日的时候才可以看到。那么我也想请问一下龚院长，南博有着如此庞大数量的文物，是否也可以通过循环展的方式，将馆藏的众多文物进行一一展出，然后让它与世人进行见面呢？一个博物馆要让公众不断地进你的博物馆，不断推出好的文化产品，就是这样的展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在博物馆里面做临展特展，以及把藏品拿到博物馆外面去做展览是特别重要的。我们2016、2017年基本上每年在博物馆里面运用文物做的临展特展，大概是在20个以上，用了超过8000件的文物，就是在不停地在做这样的一个展览。这样的展览就像您说的，博物馆如果没有这样的不断变化的文化产品，它不是一个好的博物馆。谢谢老师。博物馆在相对固定的同时，也得经常有一些流动性、新鲜感，一定让经常去的这个观众始终有新鲜感。是的，谢谢老师。谢谢。很有想法的一个年轻人。下一位。小蔡老师好，龚院长好。你好。我刚刚听到刚才这位小哥哥，他1周要去7次，7次博物馆，在下真的是佩服佩服。就是我每一次去博物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哇，好厉害的样子，然后就没有了。过2天说，我去过那博物馆吗？其实他讲了一个博物馆，我们说服务公众里面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给公众看的是一个片段、碎片化的片段，还是你整个博物馆是有个性的、有特色的？你做的展览是有故事的。如果是有故事的展览，你可能就记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区域博物馆的时候，比如说做某某县博物馆、某某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一般不希望他们去做通识展。不做通识展做什么呢？做我地方反映我地方文明的专题展。也就是说，把所有展览加起来，要等于我这个地方的过去和今天。我对那个地方有了解了，你就记住了。谢谢。展览也要把它当成电视剧来做，得做出故事和人物。对，就刚才我看到您说，民国时期的那个展馆，觉得在玩的过程当中我就记住了。然后之前看到网上有很多，就是您的镇馆之宝，刚才那个 logo 上也有一个，然后就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今天在这里有没有机会，您可以帮我们详细的去解读几个这样的文物？尽管您一直在说博物馆不应该是个炫宝的地方，但现在还是要炫一下，秀一下。这一件大家如果是只要是学中国美术史啊，在六朝的阶段里面一定有这一幅画。这幅画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这个砖印壁画的原件，它是在一个墓室的两侧。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竹林七贤与永启奇砖印壁画。那么上面的人物是竹林七贤7个人物，再加上春秋时期的永启奇。说这个永启奇春秋的竹林七贤是这个南朝的，怎么把他们放到一起了呢？对呀，因为他们都有同样的人文精神。竹林七贤，但这上面没有竹子呀。竹林七贤指的是隐居山林的那一种意境隐士们。对对对，真正六朝时期的绘画现在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一件是的的确确是在六朝的地陵里面出土的这么一幅画。应该说这幅画对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这应该是非常重要，都无仅有。所以从这些画当中，真是能够窥视到当年古人他们的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包括席地而坐这样的习惯，就从画里面就能找到最直接的证据。竹林七贤，记住了。还有吗？这个是在我们盱眙的江都王的墓里面出了这一件东西。这里面大家看，这个有4个字隐隐的刻在里面，一边是阳的，一边是阴的。是啥呢？然后2个可以合在一起，上面4个字叫常勿相忘，就是我们2个人永远不要忘记了。然后你拿一片，我拿一片啊。哦，所以一对上以后，这2个字是可以合在一块儿的。对借一个信物。哇！真的听起来真的很有趣，我可能会带我爸妈一起去博物馆过年，然后以后我也会多多的去博物馆，可以跟这个小哥哥相约一起去博物馆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相约去博物馆，也许真的是人生当中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光是和自己亲密的人，包括真的和家人一块儿相约去博物馆，可能真的会给你们的生活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下一位。来，小蔡老师好，龚院长好，你好。然后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我的本科、硕士、博士专业都是学考古的。其实考古学的很多，但是我身边那些没学考古的，他们对考古学科存在着一点点的误解。比如说每年暑假我基本都要回新疆做田野发掘，大概1、2个月。那一发朋友圈，大家就会说，你又去盗墓了。这也是考古和这个盗墓之间的最大的区别。盗墓是冲着这个文物去的，我们刚才讲的叫关系啊，我们考古是冲着文物和文物之间的关系去的。我们原来考古是就去挖宝，应该说早期就是我去把东西挖出来。后来我们说考古不能挖宝，还要去探索地域文明，就把这个地方的历史啊，通过我这样考古这本天书，地下的天书啊，一页一页翻给人们看。比如说早年的我们在我们江苏滕华洛遗址里面，我们挖过一群小动物走过的脚印。你说这群小动物走过的脚印都是偶蹄的，一般是鹿啊、山羊啊这样的。那么这一批脚印，你要说要东西的话，你挖完它就没了。对。但是我们把整体给它一块套取下来，整个套取下来，这个遗迹其实它就是文物。是的，我觉得其实考古学科就是这样，它更愿意去完整的呈现古代社会。很多人，包括我的这个亲戚朋友，都会问：那你说你们想去试图复原古代社会，你图啥？复原了又能咋地？对，又回不来。你对现代社会有什么作用吗？
其实考古这个一方面的确田野生活很艰苦，但考古也有一个乐趣，叫探索神秘、发现神秘的这样一个乐趣。比如说，我参与过我们这个徐州的北洞山汉墓的发掘，进去的时候，在墓室里面通红一片的都是朱砂，然后在墓道里面出土了，把那个石板打开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里面那个彩绘的陶俑啊，颜色非常艳丽。然后陶俑和陶俑之间还有那个植物的根须，像瀑布一样的垂下来的，所以雪白的根须里面的彩色的陶俑。我们考古就是要把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它理清楚了以后，去解释这种关系，这些关系反映了我们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感谢龚院长。盗墓恰恰相反，他不要关系，他只要东西。我就想到了之前一件事儿，有一天我的母亲啊，就给我拿一个布。它是一个围兜，我就突然有一种意识，很多考古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追溯我们的记忆的过程。其实啊，我们说人都是有感情的，我们对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中华的历史，我们当然也要抱有一份感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各位青年朋友说啊，特别是我们到搬家的时候啊，你们不要轻易的把你们父母认为宝贝的东西你们去扔掉，其实你扔掉的可能是他的最重要的记忆，而这样的记忆，等你老了的时候，你也会有，你希望留给你的后人。感谢龚院长，谢谢。一个人、一个家庭尚且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记忆，将会多么可怕！所以，再次感谢这些考古工作者。下一位，唐杰。小邵老师好，龚院长好。你好。其实我从事的工作跟我们博物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是一名文物修复师。哦，我在故宫修文物。其实大家可能都是从这个片子上去了解什么是文物修复师。其实文物修复工作它是一个比较枯燥乏味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器物是我原先早期做的一个修复，就是从碎片、粘接再到配补，整个前后的时间有花了大概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修完以后天衣无缝啊！对，我们说修旧如旧，破镜重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所体现的美。文物修复工作它要有极大的耐心跟毅力，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目前国内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人，或者是文物修复师这方面的人才是非常缺失的。所以我想问一下龚院长，要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投身这个行业？在我们的学科发展里面，要有更多的这样的学科。我们在早年的时候，文博类的学科只有考古专业。那么在最近的15年左右，我们又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的博物馆相关的专业。那么文物修复的专业，原来大家都是把它当技能的，我们有很多这是仅仅是中专学校，但技工学校其实是不够的。在意大利，修复师是要很高的学历，并且要经过一定的实践才能够拿到修复师这样的一个岗位的，因为他既要懂得就是我要修复的这件东西的它的相关的时代特征，又要懂得这件修的文物里面的那些材料的科学的成分，还要懂得我在修的过程当中必须严格坚持叫不改变原状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加大学科，加大在我们博物馆里面对技术人员的培养，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谢谢。文物它是有故事的，有一些文物可能在它的故事背景下不修复反而更好。对，比如像一些钢盔上面也是有那个弹孔的，像这样的体现了战争的残酷，这样的一种伤痛的记忆。如果你这样把这个钢盔修复了，这个记忆就消失了。这就要求你们真的要有极高的文化的造诣和修养，对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了如指掌，你的修复才能带着情感和温度。谢谢你们，年轻的文物修复师。最后一位，龚院长好，小沙老师好。首先我特别想说，龚院长看起来特别温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特别亲切。
刚才在您的演讲中也提到了，博物馆的功能是让人们喜欢上一种文化，然后并且将这种文化延续到人们的生活中去。然后现在有很多博物馆都推出了文化创意产品，比如说前段时间苏州博物馆推出的一个叫手指头种子，比如说现在屏幕上这个就是故宫博物院最近推出的软萌系列的文创产品，它就是让皇家的文化更加的接地气。不知道龚院长您怎么就是看待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萌系二次元的文化？博物馆的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一定是要有创意，一定要有文化作为背景。他刚才讲到的文征明的手指藤的种子，就是文征明当年在苏州博物馆的庭院里做了一棵紫藤，这棵紫藤的种子啊，每年到秋天都落下来了，然后就当垃圾就撒掉了。但是人们把它跟文征明联系了，并且让这个种子有可能开花、发芽的时候，你就触摸到那个古代的时空了。人们就把它联系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意产品。所以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定要既要把中华的传统、中华的故事、中华的文化作为它的根基，同时还要满足2个条件，一个是就当代人对审美观的要求，第二个是当代人对舒适度的要求。所以卖萌文化创意产品的卖萌啊，其实是指的是做一些用传统文化又符合今天年轻人审美观的那些产品。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你只要喜欢它萌，它就萌呗。所以我想吸引年轻人应该有很多办法。所以我们希望有将来啊，有更多的符合当代时代特征的新中式的产品出现在广大公众的生活当中。因为我本身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名研究生，然后因为喜欢传统的竹文化，所以后来我们推出了这个叫做一竹一茶的手工产品。对，这个它其实是一节一节的斗上。对，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竹子，然后每个竹节里边都放有不一样的茶，然后年轻人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去拼接。创意的力量的确是无穷的。对，1个半月前吧，我参加了我们江苏省的紫荆文化创意大赛的终审的评审，其中也有很多像您这样的这个学生、研究生的作品。其实我们说文化创意的产品，一定是要融入我们今天生活里要能用的。另外还有一个，一定是要有我们文化的这个根基的，把这2者结合在一起，一定是好的作品。你的作品很好，谢谢龚院长。过去30年，经济飞速发展，确实大家可能一直把眼睛盯着前面，在快速的奔跑，很少说停下来感受一下身边的美。但现在的这一代年轻人，真的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人们开始追求美好生活，人们开始慢慢停下脚步来发现、感受身边的美。这时候你们大有用武之地。对，我也希望以后我们可以用艺术和创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让我们有更多发现美的机会，而不仅仅只是前排的女生。好，谢谢龚院长。我觉得今天您的开讲应该让您自己心情也特别开心。对，因为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跟在您和您的同事的脚步的后面，仍然秉承着我们的初心，就是把生活中从历史里传承下来的这些祖先的智慧和美，在今天让它继续发扬，让它继续发光。所以对这些年轻人，您放心，他们一定会好好加油。是，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过程啊，就像我在博物馆里面这个做展览的过程一样，在愉悦大家的同时，也愉悦了我自己。谢谢，有机会都到博物院、博物馆去转一转。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城市会有像南京博物院这样越来越优秀的博物馆，给我们提供生活之外的更好的休闲的去处。所以也让那句话能成为现实。我们如果不在家，就是在去博物馆的路上。感谢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